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常听到命运这个词。每当人们遇到困境或挫折时，总会把问题归咎于命运的不公。每一个善意的行为都如同在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，而这颗种子将在不久的将来发芽，带来无尽的福报。而在人生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并非是无尽的算计，而是我们心中的善念。或许正是这些善良的心念，能够打破命运的枷锁，开启全新的命运之门。帮助困难中的人，不仅能让对方重拾希望，也会让自己感受到深层的快乐。善意像是一颗种子，当你撒播出去，最终会结出美好的果实。若我们能理解这其中的智慧，懂得在每个抉择中用心去思考，遵循天道行事，那么我们的命运将不再受限于外在的条件，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相比之下，恶的选择常常伴随着即时利益的诱惑。有人选择欺瞒、损人利己，以为这能带来成功，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只会引发更大的问题。正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那些爱算计他人的人，往往深陷焦虑和孤立，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古人的话语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这短短6个字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它提醒我们，万事万物都有其客观的规律，而人若一味计算，最终可能算计的还是自己。在某个偏远的村庄，有一名靠伐木为生的阿林。他知道村庄后山的森林是村民赖以生存的资源，但为了快速致富，他不顾一切的砍伐树木，甚至还说服村民将更多的林地卖给他。几年后，后山的树木被砍伐殆尽，导致水土流失。村庄开始频繁遭受泥石流的侵袭。一次特大暴雨中，泥石流摧毁了阿林的家园，让他失去了一切。无家可归的阿林带着仅存的家当离开了村庄，却再也无法重新开始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对自然的破坏不仅伤害了村庄，也毁掉了自己的未来。古时候有一位商人名叫阿杰，他经营一艘货船，四处贸易，渴望成为富有的大商人。一次，他听说海神能保佑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便决定向海神祈求祝福。阿杰每日使船出海，将最珍贵的货物丢入海中，当作对海神的祭品。金丝织品上等瓷器被抛入波涛之中，他的祈祷愈发虔诚，却不见任何起色。相反，商队的货物逐渐短缺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有人建议他改用牲畜祭拜，他便开始大量捕鱼，在海上杀生祭祀。这般做法持续了数年，不仅亏空了财产，还导致船员纷纷离去。最终，阿杰身无分文，陷入绝望。就在阿杰一筹莫展时，他遇到了一位白须智者。阿杰痛哭道：“我对海神如此虔诚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”智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是在祈求福报，而是在进行毫无意义的算计。海神爱护自然，而你却浪费珍贵的资源，残害生命，这样的行为只会招来祸患。”智者接着说：“真正的福报不是向神灵讨来的，而是源于你对他人和自然的善行与贡献。与其浪费资源，不如把这些精力用来帮助贫苦渔民，改善港口设施，造福一方。”阿杰恍然大悟，从此改变了行事方式。他将最后的财产用来修筑港口，帮助穷困的渔民修缮渔船，并积极参与地方公益。他还制定公平的交易条件，赢得了渔民和商贩的信任。几年后，阿杰的声望和生意都蒸蒸日上，港口也因他的善行而成为商业重镇。他不再一味追求财富，而是以行善积德为本，最终成为一位深受爱戴的富商。年轻的农夫阿德天性乐观，喜欢四处游历，欣赏山河壮美。有一天，他路过一座古庙，这座庙位于山腰，建筑已显破败，庙院里的几棵老树早已枯萎，地上满是落叶与尘土，显得死气沉沉。阿德见状不禁叹息，如此灵气的地方怎能这般荒凉？阿德进庙参拜，见到一位年迈的和尚正在打扫庙院，两人聊起来。和尚说：“
这庙多年无人供养，树木枯死，香火也断了，只能勉强维持。阿德听后心生怜悯，他从行囊里拿出几粒粮食种子，交给和尚说：“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良种，虽然不是什么珍稀树种，但若能长成，至少能为来庙里的信徒遮阳。”和尚欣然接受了。阿德亲手将种子种在庙院的空地上。数十年过去，阿德的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随着经济衰退，他的田地被迫卖掉，家中积蓄也逐渐耗尽。他曾经充满希望的生活，如今变得窘迫。他只能四处寻找灵工，勉强度日。某一天，阿德流浪到一个偏远的山区。正当他精疲力尽时，看到远处有一座枝叶茂密的庙宇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庙里灵气盎然，似乎是一处清静的好地方。他步履蹒跚地走近，心中不禁感叹：多年来，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的庙宇。庙里的和尚看到他，热情地招呼地说：“远道而来的客人，请进来歇歇脚。”和尚准备了热茶与简单的斋饭，耐心倾听阿德的遭遇。阿德感激地说：“我实在无处可去，如果能帮庙里做些杂活，换一口饭吃就好。”和尚笑着说：“您不必担心，这里就是您的家。”阿德开始在庙里帮忙清理院落，挑水劈柴。某一天，他在打扫庙院时，看到几棵大树高耸入云，树干粗壮，树叶繁茂，枝桠间环挂满了鸟巢。树下的凉亭里坐满了来拜福的香客。他不禁感叹：这些树可真美，简直像是庙宇的一道屏障。和尚听后微笑着说：“这些树可是我们庙里的宝贝啊，它们是在多年前一位过路的善心人种下的，如今它们不仅成了香客的庇荫，也让庙宇香火重新兴旺起来。”阿德震惊地问：“那位善心人是谁？”和尚望着他，认真地说：“这不就是您吗？”阿德愣住了，他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幕，顿时热泪盈眶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当年随手种下的几粒种子，竟然成了如今支撑自己的福报之源。他对和尚深深鞠躬，激动地说：“原来我多年前的善举，最后救的竟是自己。善举就像播种，即使当下看不到收获，但时间的洪流会让善行开花结果。种下善的种子，不仅能造福他人，也会在我们最需要时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。行善不问回报，但每一份善心都在为未来积累一份福德。”清朝年间，有一位车夫名叫阿福，家境贫寒，却诚实善良。他靠着一辆破旧的马车谋生，日子虽然艰苦，却从不怨天尤人。一天，阿福在送客途中发现车上遗落了一个鼓鼓的钱袋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有一大笔银两，足以改变他的生活。然而阿福并未动心，他将钱袋妥善保管，立刻开始寻找失主。几经周折，他找到了失主，是一位富商。富商得知阿福的举动，感激万分，不仅重金酬谢，还聘请他做自己商队的管事，月俸极为优渥。阿福的家庭因此脱离贫困，他的善行也成为乡里津津乐道的佳话。善恶有报，因果循环，并非虚言。行善积德不仅是道德准则，更是一种长远的智慧。它如同与天道同行，让人生更稳健、更和谐。无论命运如何波折，最终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成功的，不是金钱的积累或是力量的争夺，而是内心的善念与行为。当我们坚守心中的正直与善良，即便面对无数的挑战，我们依然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命运从不仅仅是随机的安排，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选择和行动所构成。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时刻，当我们选择行善，给予他人希望，或是无私的帮助他人时，命运已经在悄悄改变，将我们推向更高的境界。